今天我们讲日本都市传说。这个故事要从1932年说起。在1932年12月，东京的白屋百货公司着火了。这场大火悲惨地夺走了14人的生命。但这场大火最令人难忘的是围绕这场悲剧的日本奇异都市传说内衣引发的巨大伤亡的故事。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点赞评论。在一场火灾的烟雾和混乱中，白屋百货公司的几名女店员面临着生死抉择。消防员建议他们通过大楼屋顶的安全绳逃生。这栋高达8层楼的建筑成为了他们逃生的最后一道防线。在紧急逃生的过程中，一阵强风扰乱了他们的安全绳，增加了逃生的难度。这几名女性穿着和服，而根据和服传统，她们并没有穿内衣。这种特殊的穿着方式在逃生的过程中成为了一种隐患。面对风险，妇女们担心风会让她们在众多围观观众面前暴露一些风光，于是就放开了安全绳，试图用和服遮掩自己的身体。然而，在这一决定的过程中，他们不幸坠入了楼下，遭遇了悲剧性的结局。令人奇怪的是，在此后的日子里，白屋百货公司的董事会下达了一个奇特的命令，所有女性员工都被要求穿内衣，这导致了西式内裤销量的激增。这些死亡事件成为了一个城市传说。然而日本的消防手册和教科书却详细记载了这一悲剧。这个故事中有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和服的设计通常遮掩了女性身体的特定部位，而日本社会在事发前对于裸体的接受程度也相对较高。然而，这起事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对羞耻的担忧。这个故事引发了对个体决策和社会观念之间的微妙关系的思考，同时也提醒人们在危急时刻要谨慎权衡各种选择。当时正处于白屋百货年终圣诞主题特卖期间，这场火灾在上午9点15分左右爆发，将奢华装饰的百货公司推向了灾难的边缘。火源来自一名店员目睹的圣诞树上的电火花，落在易燃的赛璐珞玩具上，迅速引发了燃烧。由于火势迅猛，开放式楼梯成为火焰的通道，迅速蔓延到其他楼层，而烟雾使主要逃生通道难以通行。在云梯车和水带难以到达的情况下，被困在建筑物中的人们被迫寻找其他逃生方式。一些女售货员选择上到屋顶，然后勇敢地跳进了等待的消防员安全网。许多人试图用窗帘或衣物制成的绳索从7楼逃生。这种逃生方式让一些人在逃生的过程中不幸坠楼，丧生于此。这场灾难据信改变了日本女性的时尚习俗。穿着和服的女性因为不穿内裤而在逃生中感到羞耻。有报道称，一些女售货员在火灾中拒绝从屋顶跳入安全网，因为她们害怕被下方的人看到，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这一事件引起了欧洲的关注。据称，在火灾之后，百货公司管理层下令女售货员在和服下穿内裤或其他短内衣。就此，这一趋势在日本社会中扩散开来。与这个观点相反的是，国际日本研究中心的日本习俗和建筑学教授井上祥一对于关于白屋百货火灾中女性穿和服不穿内裤的故事提出异议。井上表示，大多数人都得到了消防员的救援，而有关宁愿选择因害怕暴露死去的女性的故事是西方人刻意捏造的。尽管这个故事在许多参考书中广泛传播，甚至有些是由消防局出版的，但在日本，
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故事是为了服务于西方利益而编造的。井上指出，白屋百货公司大火对于时尚习俗的变化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特别是穿戴西式内裤的趋势。然而，尽管这一信念在日本很普遍，但并没有证据证实这种观点。关于和服内裤的问题，井上指出，和服由多层丝绸长袍组成，底层曾经被认为是内衣。然而，由于和服的长袍式设计，其底部是开放的，这与西方内衣观念有所不同。井上认为，有关火灾后女性内衣销量激增的说法是一个现代神话，无论故事的起源如何，都显得毫无根据。好吧，这只是一个城市神话，井上祥一教授反驳道。据他说，Syracuse 的女工是靠牙齿的皮肤逃离灾难的，他们根本无法关注好奇的观众。他认为，当时的女性习惯于公开暴露自己，所以他们对旁观者一定相当麻木不仁。有一些故事可以支持他的假设。在从杂货店回来的路上，当被一阵风吹起时，大多数女性宁愿紧紧抓住购物袋，也不愿紧紧抓住和服的底部，以避免它被掀起。此外，经常看到穿着和服的女性随意踩过躺在地板上的人。更令人震惊的是，直到1960年代初，在农村，妇女们在田里干活，腰间围着和服，人们经常看到她们在明亮的日光下站在稻田之间的人行道上小便。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个时代的女性显然没有像现在的女性那样有同样程度的身体羞耻感，她们似乎已经接受了自我暴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日常做法。那么，这个神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总结井上教授的发现，与白屋百货楼下层的女店员相比，实际上，她们可能更关注街上的围观者。在后来对事件的叙述中，这两个群体的故事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被混淆了。在审讯时， Syracuse 的安保人员可能试图逃避责任，声称死去的员工没有跳网逃脱，因为他们没有穿任何内衣。这些陈述可能是后来以夸张的方式传达的。这与白屋地狱无关，而是女性时尚从日本风格过渡到西方风格的时代。这只是一种趋势，但白屋大火恰好发生在社会转型的时期。没有内衣的女人因为巨大的羞耻感而坠落致死的传说很容易留在每个人的脑海中，并成为某种都市神话。然而，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现代内衣在日本女性中如此受欢迎和盛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女性开始对自我暴露产生羞耻感？直到1950年代后期，现代内衣才开始在日本发挥主导作用。在明治时代，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西式服装和内衣被称为抽屉，开始进入日本。然而，西式服装并没有立即得到普及，只有富人才能穿着，平民仍然偏好和服。因此，这个过渡时期保留了和服的重要性。在大正时代，随着女子学校引入制服和女性权益的提升，西式服装在日本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也促使了女性进入商业世界。西装因为提供更多活动空间备受青睐，抽屉在女性中变得更加普遍。尽管女性仍然对紧身衣物感到不舒服。1939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女性推广宽松的裤子，每个脚踝都有抽绳。由于她们不能在这条裤子下面穿内衣，
女性别无选择，只能穿这样的内衣。因此，女性使用内衣的比例急剧增加。然而，战争结束后，日本陷入了极度贫困，只有与占领军合作的女性才能负担得起内衣，这导致某些内衣的形象变得邋遢，散发出性滥交的形象。因此，战争和战后经历只是导致日本女性炒作西方内衣的众多原因之一，尽管她们的声誉略有怀疑。到了1950年代中期，日本实现了战后的经济奇迹。随着经济的崛起，内衣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热潮，以标志性的内裤为代表。由于纺织品的短缺，以前只关心外在时尚的女性，现在也有能力在她们的内在时尚上花更多的钱。专门针对内衣的时装秀无处不在，百货公司的内衣区也扩大了。在这一切的背后，是私人广播的开始，现代媒体的发展，以及时尚产业的兴起，以及华歌尔公司等内衣先驱的出现。现代内衣终于火起来。有趣的是，一旦日本女性开始穿内衣，她们对自己身体的羞耻感变得更加强烈。根据井上教授的说法，一旦被内衣覆盖，她们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在这方面，日本政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后，政府要求女性穿内衣，以维护她们的贞操。随着这些规定的逐渐实施，穿着内衣的女性数量有所增加。概念要隐藏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变得司空见惯，因此，当她们的内衣被看到时，女性的羞耻感会增加。尽管对内衣在别人面前的羞耻感还没有形成，这是因为对西式内衣的复杂理解比穿着西式内衣时如何表现的知识传播得慢得多。日本女性不熟悉如何以某种方式表现自己，因此她们的内衣是看不见的。最重要的是，由于当时的日本女性穿着西式服装而不是紧绷的和服而感到自由，因此她们的步伐略显不修饰，以至于人们发现女性坐在火车上，膝盖张开。在50年代后期，内衣热潮席卷日本，女性进入了内裤时代。女性开始意识到内衣应该藏在裙子里。改变女性思维方式的，是在服装制作学校的课堂上，通过礼仪书，西方女士访问日本的行为。西方电影1955年放映的7年之痒等广泛吸收的西化。日本女性受到西方举止和风格观念的影响，因此日本女性的身体羞耻感形成的原因不是因为她们不愿意暴露，而是因为她们开始通过采用西式内衣来隐藏自己。同样，一旦内衣成为普遍做法，日本女性就开始对展示内衣产生强烈的羞耻感。原来日本女性是因为这个开始穿内衣的吗？你自己判断吧。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好了，别忘了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再会。